绝世唐门迎来第30集更新。这一集中，带滑冰团队再战马小桃团队，因为霍雨浩的加入，让战斗变得不一样。林洛尘有霍雨浩的加持，实力大幅度提升，甚至出现压制马小桃的局面。戴耀恒团队最终获胜，双方都是1胜1负。另外，全大陆斗魂大赛即将开启，在这之前，史莱克7怪预备队加入监察团，先点赞后观看，你我笑得更灿烂，谢谢。霍雨浩和王东在马小桃团队之时，两人最大的作用就是武魂融合技，璀璨中的凋零黄金之路。玄老让2个队伍换人，霍雨浩和王东加入了戴耀恒的队伍。霍雨浩和王东暂时无法使用武魂融合，不过霍雨浩又是决定胜负的关键。霍雨浩的精神探测与共享，让戴耀恒、陈子峰等人感受到了他的强大，可以预判对手动作，还能纵观全局。戴耀恒瞬间就知道霍雨浩为何这么重要。不过马小桃知道霍雨浩的强大，所以让西西第一时间解决霍雨浩。只是想对付霍雨浩，哪有那么容易？戴耀恒委派外院最强防御保护他。林洛尘除了感受到精神探测与共享，还感受到武魂进化。霍雨浩将手搭在林洛尘的肩上，让他感受到了元素之冰变为极致之冰到底有何区别。从魂力上来说，马小桃远高于林洛尘。虽说马小跳不是极致之火，但也足以击溃元素之冰。可是霍雨浩存在之后，一切变得不一样。林洛尘单挑马小桃，仅用第3魂技就足以困住他，这种情况以前可不存在，而且这种体验感也是前所未有。马小桃可是现任史莱克7怪的队长，林洛尘是主控魂师，然而结果却是如此。马小桃有点不理解。不仅如此，林洛尘甚至可以掌控全场，可以冰封多人的行动。这一场战斗，戴耀恒的作用明显比林洛尘要小一些，不过戴耀恒也是关键人物，他能决定战斗的走向，那为何这么说呢？马小桃冒着被反噬的风险动用邪火，直接打穿牢笼。不过戴耀恒的魂力和他相差不是很大，双方比拼之后，戴耀恒明显吐血。可是在这种时刻，戴耀恒以伤换来机会，让林洛尘有彻底冰封马小桃的机会。施展大招的林洛尘一招冰封马小桃，而宫阳墨、姚浩轩、贝贝、徐30、江楠楠都被压制，只剩西西一个人。如果西西能够成功晋升霍雨浩，利用速度优势将他解决，那战斗还有机会逆转。可是他并没有成功。在西西即将得手之时，霍雨浩用紫极魔瞳加上灵魂冲击，让西西也被撂倒。这么一来，戴耀恒团队就获得最后的胜利。戴耀恒看起来也比戴华冰要能隐忍，也更加顾全大局。霍雨浩暂时没有感受到敌意，但也不得不提防。全大陆斗魂大赛即将开启，以贝贝为首的史莱克7怪预备队，在参加比赛之前，还有一件事要做，那就是加入监察团。这是他们进入内院要做的事情，也是一份责任。作为监察团的一员，他们需要检查斗罗大陆的很多事情，还要对付邪魂师。全预备队员每一个人犹豫，最终都加了进去。他们即将迎来第一个任务，也就是要面对真正的邪魂师，能不能应对就看接下来的表现。本期就到这，下期宇浩有机会与父亲代号见面，大家期待这剧情吗？又会擦出哪些火花？记得订阅频道留守最新更新，点赞视频，我们下期再会。